他是我见过叠了最多层 debuff 的超人力霸王。从初期预告上线，因故事主题、皮套设计乃至主角颜值等问题而遭受大批网友攻击，再到播前宣发期因远古遭到文春炮轰，节目制作经费大砍，工期爆炸，片场因制作组内斗一度停工，这些不该被外人所知的直布那亚诺亚米也一同被摆上了台面。加上观众对跨界编剧与监督的天然不信任，以及无良传媒与 KOL 在背后煽风点火，直接导致节目尚未播出便也被提前钉上了棺材板。然而任谁都没能想到 Tale 只用短短几集就证明了什么叫所有人都不看好你，偏偏你就争气。各位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迄今为止的 Tale 的心得体会。希望这次屏幕前各位能与我们携手一层层拆解这部超人力霸王60周年纪念作风评得以反转的秘密。坦白说，在 Tale 开播以前，我并不认为这部的人员配置以及故事主题能持续吸引我看下去。点开第一集初见 H12 行星的毁灭场面时，我更多在想，远古又开始套用欧米伽的片头超前公式了。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又要开始平淡无奇的讲故事了呢？中途西吹处理刘奋的桥段，多少让我感受到了这部在叙事上的不同，但也仅此而已。直到这个镜头的出现，完全颠覆了我对 Tale 的印象。好孤独啊！对。努力学习地球的常识，并试图融入其中，可还是会产生偏差，被当作怪人，进而一次又一次被迫回想起自己已经失去了故乡，正身处一个陌生的星球。西吹的那份孤独，仅仅通过这一个画面，便已经渗出了屏幕。这个可能是我2026年最喜欢的一个镜头。我也是。而且这与故事开头以及之后西吹在星空下的回忆是相辅相成的。也正因如此，我对烧钱公式也逐渐改观了。不过有一说一啊，我至今还是觉得剧中对西吹的孤独感刻画的有点克制了，个人是完全不排斥制作方在这部分稍微直球点的。当然这个度该怎么拿捏，终归是众口难调，就看看这点在节目后半程会如何收束了。好，不过我其实有设想过 H12 行星那个领头的红色巨人是西吹的血亲、爸爸或哥哥之类的。若是西吹能有这样一个可以寄托情感的对象，我认为会比单纯的已经没有故乡可归更为具象化，并且也能拓展出更多的剧情线。确实，后面再说吧。回到我开头说的，今年远古找来的主监督与系列构成是以往从未接触过特色的素人，观众会对这种充满未知的组合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可换个角度来看，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给这个系列带来点不一样的东西。而单单能构建出第一集那个西吹的孤独感溢出屏幕的镜头，便足以换来我对这位新人监督二宫崇的信任了。而且能从访谈里听出二宫对这个企划真的很上心且负责。是，另考虑到二宫没有拍特色部分的经验，远古还特地为其实行了特色监督分工制，让常驻的几位监督专门负责每集的打戏拍摄，这也使得二宫能专心拍好文戏。印象中他拍了好多集来的，对，前10集都是二宫拍的，对，是个不错的尝试咯。且抛开第一集的代表性镜头不谈，我认为二宫拍摄的画面，无论在构图、镜头叙事还是画面信息密度上，都比我们相熟的几位监督处理的要好。以第3集和第6集的两组镜头为例，在众人回到天文研究会活动室商议布奇后续安置问题的情节中，西吹给布奇包扎完后，征询伦太郎意见，得到了肯定答复，他便和布奇坐在一起，腾出空间。与此同时，米蒂入镜填充画面空缺，这样便合理规避了原本可能存在的所有角色共处一室显得太过拥挤，以及西吹挡住了画面中的米蒂等问题。且抛开画面走势的两人不谈，可以发现艾玛在这段情节中也没闲着，他从冰箱里翻出了大瓶饮料，直接一口闷，其大大咧咧的一面也透过这场演员调度展露无遗。对啊。另外，在艾玛讲述 UTTF 的黑暗的情节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并非处在画面焦点的布奇正与艾玛此刻的情绪产生共鸣，这不仅进一步放大了艾玛的情感，也使得整个画面的情绪层次更为丰富了。且让艾玛穿上阴谋系博主的专属文化衫，不仅能直观交代这个博主有多火，还能从侧面告知观众艾玛对这个博主的信任度，进而提升 UTTF 的黑暗的可信度。对，而诸如此类细节根本无需任何台词或者文字说明，就已透过画面本身完成了信息传递。也正是基于这些藏在画面里头的细节积累，我对二宫的信任才会累积到了如今这个程度。当然，正如我刚才所说，二宫能拍好文戏的大前提是他无需操心打戏部分的拍摄。那至少现阶段，在我这个外行看来，文武戏分别让不同的监督负责，不仅有利于节目整体质量的提升，拍摄周期也可能因此缩短。至于实际情况是否真如我说的这般，就看看来年的节目会不会延续这种制作模式了。顺着这个话题，我现在简单聊聊 Tale 的打戏风格，相信各位都能明显感受到
Tail 在与怪兽肉搏时几乎占不到什么便宜，或者说无法造成有效打击，这都是为了突出他不擅长也不想战斗，甚至可以说是畏惧与怪兽战斗的特点。没什么经验，然后战斗放不开，就像是老实人不会打架，但被迫去打架一样。不过为了守护珍视的人与物， Tail 不得不直面自己也感到害怕的怪兽，这些都有透过打戏好好的传达给了观众。对呀，而借助变声器的能力，他总能在关键时刻甩出一些神级技能破局。总体而言，今年的打戏还算是蛮有特色的。也是在看了更多角度的 Tail 过后，我才觉得今年的皮套设计并没有网友评价的那么不堪，甚至有点小帅。我其实一直都没觉得他很丑啊，其实动起来还好。慢慢会看习惯的，我告诉你。对，只是鼻子存在感太强了。对，你可以说是在致敬 Leo， 也可以说是为了和 N78 那班子人区分开吧。跟那些就像战士的明显不同，这个鼻子应该是这么设计的。不过该说不说，我今年看过最抽象的一件事，还是部分群体因为看不惯 Tail 的皮套设计，直接冲到后藤阵型不得不关停的社交账号，真是有够魔怔的。我们做的嘛，不是我朋友。其实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觉得挺抽象的，就是好几个初期在唱衰 Tail 的 KOL， 自从故事风评反转后，竟集体选择了滑跪。我觉得你既然有一个想法，无论风评怎样，你都坚持下去，好吗？是啊，剧怎样其实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就是在享受这个娱乐性而已。你真心改观了，我都信。但我现在觉得你只是被流量裹挟了。就是啊，我们只需要做到一件事，就是不要成为自己讨厌的人。对的。垃圾地到这里为止。刚刚我们简单带过了构建 Tail 外在的寄语法，而接下来总算能聊深入一点的东西了。如果你问我是什么让我逐渐喜欢上了 Tail， 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他那些带有反转性质的剧情设计，像是第一集结尾，在我默认希丘和布奇这两个同病相怜的外星人在地球的邂逅会有啥温馨动人的展开时，结果两边都被吓得不轻；亦或是第三集结尾，当率先让大家理性面对现实的艾玛反而提出要照顾布奇时，我也预设众人会说好啊好啊，然后就开始常规单元剧的套路。毕竟大家对布奇的印象都不差，甚至还都给布奇取了名字，答应一同照顾布奇也是顺水推舟的事情。结果1周后，我等来的不仅不是几位成员的应允，甚至连把布奇带回来的西吹都不想背负这个责任。不过他给出的理由在让我幸福之余，还令我动容了几分。毕竟布奇可能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故乡。西吹没有，我的那个是真的在我眼前炸了啊！而我事后一想，每个成员都有着自己不想照顾布奇的理由，以此去展开后续的故事，再一个一个入队，反而能为每个成员提供足够的篇幅以展现人物弧光，这远比好啊好啊的展开要来的高明。对，总而言之，不管是搞笑段子还是令人动情的桥段，编剧甜面冒犯构思的反转剧情，不仅增强了集与集之间的连贯性，完善了主要角色的塑造，还因为这些反转都出现在了 OP 前，让观众对 OP 过后的展开更为期待。说了功利点，观众要是愿意咬住这个钩子，那么能耐心停留在电脑或者电视机前等你放完整套 OP 和广告的概率也会变高。反观过往作品，就没能让我如此直观的感受到他们有在为提高观众留存率下功夫。不过话又说回来， Tail 在玩具展示的环节上，相较于过往作品，肉眼可见的克制了不少。不能说克制那么简单了，简直是评级。对，而且怪兽的展现方面也是相对比较疲软。对，说了这么过头，反而让我担心原果要怎么搞钱了。当然，这可能也是大人物们有信心让 Zero 为今年的玩具销量托底吧。毕竟已经确定了 Zero 会客串 Tail 本片，就不知道他会不会和 Tail 有点什么玩具联动，或者给 Tail 带一个新玩具了。这里先让我按照惯例讨一波正面反馈支持，数据 OK 的话，后续再有合适的时机，我会接得出 Tail 的评析视频。另每周日晚8点半后，我们都会直播复盘当周热播特色剧。若想实时收看我们的独到解析，欢迎加入频道付费会员，更多付费专属在等你。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各位觉得 Tail 做对了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部作品？氛围感很好嘛，我是把它当日剧来看。还有吗？活人感很重，可以吗？就我不会把他们当角色看，我把他们当人看。是，这点我觉得透过米蒂的人设是最容易体现的。这个角色最初给我的印象无疑是肌肉猛男，正常肌肉男是那种脑袋尖尖的，应该说是心思会比较纯粹简单一点。对啊，可实际上米蒂真的是这样的人吗？我认为不是的。让我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之一是，他一直希望别人叫他米蒂，但天文研究会的成员都是喊他的姓。抛开增强角色记忆点等剧外的讲究不谈，
你们认为剧中人为什么都不叫他米蒂呢？年龄差吧。对，米蒂是在当了好几年救援队员过后才又读的兽医学科，所以会比其他成员大一点。1轮多了吧？对，到了12、13岁。那除了年龄代沟外，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呢？自己这种人是属于表面上跟你处得很好很兄弟，实际上他不会跟你说真心话，所以会给人很微妙的距离感。他不是不诚实，而是社交距离方面隔着一层啊。就拿他帮人照顾猫这件事来看，明明米蒂已经完全应付不过来了，他还是选择了默默硬扛。我固然知道这恰恰说明了米蒂真心把大家当成伙伴，也由衷的希望能帮忙照顾布奇，才不想在大家已经为了布奇焦头烂额时添更多麻烦。可在其他成员看来，米蒂这么做只会让彼此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不过在怪鸟袭击事件过后，制作方还是很用心的勾勒出了米蒂的弧光，让他先把那几只猫安置在了天文研究会。要知道饲养崩溃的问题依旧存在，那在给猫找到新主人以前，米蒂也只能拜托其他成员搭把手了。毕竟他真心把大家当伙伴的话，遇到问题了就不该再一个人硬扛。相对的，照顾不起的责任也多了一个人分担。对啊，其实在最新2集播出以前，我原以为制作方会用社会人米蒂重返校园这件事来解释他为什么不想帮忙照顾布奇的，结果并非如此。可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应该是留到了后续，以便进一步塑造米蒂。如果能从中找到他形成如今这种性格的原因，以及他对怪鸟说出那番话的原点，那也不枉我将他视作 Teo 里最能为活人感代言的角色了。顺着这点，我想再简单聊聊艾玛的角色塑造所引发的问题。和米蒂类似，艾玛给我的前后印象差异也很大。就如果在 Teo 播出以前，要观众们在主要角色中选一个最感性、最有可能说出布奇好可爱、好想养布奇的人，我相信艾玛毫无疑问会是得票数最多的那位。是。那他其实是最现实角度去想问题。对，也正因为艾玛多数时候需要去扮演负责说教的角色，她在日本观众群中的风评也有点微妙。简单来说，就是他们觉得会长什么都没干，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边说教？就算你说的是对的东西，他们也会觉得听着不舒服啊。可艾玛之所以会如此严肃地指出米蒂的问题，是因为他已经亲眼目睹米蒂上了课突然晕倒。对呀，再了解到这和米蒂为了饲养完全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猫，在打好几份工有直接关联，甚至连西吹也被牵扯其中，这还不让说吗？忽略客观事实，只围绕角色讲的某段台词或者特定的行为进行批判的人，我觉得和大家在国区司空见惯的喷子没有本质区别。就喷子是不分国籍的。 Yes。 第7集出来之后，下面还是有在骂会长的。是啊，日本的阴暗仔非常讨厌人说教，所以他有这种我认真的在跟你探讨事情，认真的说教的气质，会让一部分人很讨厌。不过我觉得今年制作方处理的较为平衡的地方在于，不仅让艾玛说教，还会让她直面这些问题并进行反思。这个度拿捏到位了，才不至于让角色沦为只会替创作者发出某种声音的工具人。这同样是角色具有活人感的体现。当然，如果后续能再深入探讨一个表面看着很好相处、很卡哇伊，既喜欢地下偶像又喜欢 cosplay 的女生为何会如此务实的根源，就再好不过了。另外，在某种意义上，艾玛是作为西吹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只因遇到色的时候，艾玛能从现实角度指出问题，西吹则会根据自己的认知进行反问。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西吹在替这部作品的 K 层观众诉说他们心中的疑问一般。对，而这其中，西吹的外星人身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这些问题也是他初次接触，或者说他并不了解地球人会如何应对诸如此类问题，才能让 K 层以外的观众更愿意去包容提出质疑的他。在此之上，主持团的大学生身份同样关键。正是这种介于未成年人与社会人之间的阶段，才让制作方有了探讨这类现实问题的空间。那么目前为止，制作方利用已经入队的几位成员，探讨了宠物丧失、饲养崩溃以及动物遗弃的问题，并以此深化了主要角色们的塑造。我现在就十分好奇，制作方接下来会透过轮太郎的塑造去探讨一个怎样的问题？换言之，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轮太郎不想帮忙照顾布奇？不过在那之前，轮太郎是一个怎样的人，已透过这几集的零星描写勾勒出了个大概。顶级死傲娇。对，除了出遇布奇时的所作所为，他在米蒂倒下后的举动也很能体现出其人格魅力。他反应是最快的，第一时间去摸那个脉搏。对，还有为布奇找运输车那一段，一开始环娜都以为轮太郎直接不管不顾了，结果轮太郎是准备去找遮挡布奇用的布，
然后等华纳为此一路小跑，他才不再掩饰自己心中的焦急。说白了，他所有的表现并没有他表现的那么冷漠啊。各位可以再回想一下他和布奇的初遇，除了最开始被吓到外，为了给布奇包扎，他有特地强调了好几遍，叫布奇别动。换言之，他想要帮助布奇，却又害怕布奇。我猜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心理，或许是因为他很喜欢动物，可却被动物伤害过，进而才会对与动物接触感到恐惧。我反而觉得不是被动物伤害的恐惧，而是他自己会伤害到动物的恐惧。比如说他曾经不小心伤害过动物是吧？对。可不管是哪种情况，既然他要读兽医学科，连动物都不敢碰，是要干嘛？问题不就在这儿吗？喜欢动物是一件事，但是上到解剖课就会吐得七晕八素的人也是存在的，所以在心理上必须把这个熬过去，你才能做得下去。估计他也是在这点上备受煎熬，才想要退学吧。不过真实情况究竟为何，包括制作方想借轮太郎的心结探讨什么问题，我们也只能看完下集甚至下2集才能得出个所以然了。对啊。以此为引，我想再聊聊远古今年做的最为激进的改动。老观众应该都十分清楚，这个系列85%以上的剧集皆采用了1集1单元模式，以便观众随时跳入跳出。能用到2集篇幅来叙事的，基本是大章节、大事件。对，可今年竟直接将2集1单元作为了常规叙事手段。相对而言，制作方有了更大的空间展开一个相对复杂的单元故事，实现更完整的起承转合，以给足观众思考和讨论的时间。是。单元与单元之间更强的连贯性，也能让观众更为沉浸其中，获得连续追看的爽感。Tale真的有那种让人看下去的那种。是。对。目前看二宫跟编剧那边透出来的情报，还有前12集还是非常连贯的。对。且主线推进与主要角色的成长不会再因单元回的限制长期停滞不前，而我认为这也是 Tale 活人感重的原因之一。对，当然想深一层，这种叙事层级的改动应该也和田边在访谈中透露的远古希望稍微提高 Tale 的目标观众年龄层脱不开关系。我之所以会这么说，相信长期看假面骑士的观众都深有体会，这里就不赘述了。再考虑到与过往相比， Tale 的目标群体与愿意在网络上发声的用户重合度会更高，它在反差设计、人物塑造、叙事深度方面又有着不俗的表现，能完成口碑逆袭，自然也就不意外了。讲个比较反直觉的事情，跟国区一片好评，我还想吃下一集的态度不一样。Tale 在日区的风评其实比较两极。有一个很好的吐槽就是你这个剧情放到早上8点钟放，你真的吗？我还见过更直球的评论，大意是我是来看超人打怪兽的，要拍这种东西去别的地方拍。会有这种声音的，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这部分观众的心情，只因接连2回没打倒怪兽，也就意味着 Tale 已经1个月没人头进账了。这也是为什么 Tale 会这么2极分化的原因。当然，我觉得今年远古敢为了讲好故事去这么搞，确实是勇气可嘉。对，且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 Tale 的关系，我对于怪兽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只因怪兽在具备怪奇的特性以前，它首先是兽。在兽医系教授以及学生们的视角下，怪兽所具备的动物性一面也被强调得很突出。对，而且 Tale 给我的感觉并不是要刻意走所谓的共存路线，而是当出现未知生物时，制作方也会引导观众去思考，这只怪兽不是非要打倒不可吧？这也是过往系列没有带给我的全新体验。对，哪怕是 Cosmos 也没有。主要这部剧跟高斯有决定性的一个硬件差，高斯他们有一个岛可以专门拿来养，现在迪奥这个地球哪有这个环境啊？说白了，高斯里有10几年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有一个巨人可以兜底，但是在 Tale 里这些东西都是陌生的。而且 Tale 对人和怪兽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偏袒，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就是 Tale 未必不会在保护怪兽的时候对人类方进行一定的防御性攻击。对，所以我才觉得远古今年想要提高目标观众年龄层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对，我真的可以从方方面面感受到 Tale 与过往系列的不同。可现在真这么做了，我认为 Tale 也不可避免会流失一部分 K 层观众。玩战队君王者这个在大有圈层好评如潮，可在 K 层却有点微妙的案例，相信各位仍历历在目。对，如何在守住原有观众群的基础上提高目标观众年龄层，也是 Tale 以及远古今后几年不得不面对的课题。那么我目前能看到今年制作方的应对措施是
把上集末尾 Teo 与怪兽开打的战斗延续到下集开头再分出胜负，以此在观感上提升特色的占比，这也是我前面刻意没提的另一个钩子。至于文戏方面，有布奇在就够了。这里我直接念一下一位陪自己孩子看剧的家长在第6集底下的评论，供各位参考吧。对比欧米伽时期，我家孩子今年能守在电视机前的时间变得更长了。据我观察，可能是因为布奇在画面中出现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才能够看得下去。关于饲养崩溃的话题，基于我的判断，孩子是不太懂的。但是跟他说下周布奇说不定会变大哦之后，他就吵着赶紧要看下集了。有赖。其实我想说，不光是孩子，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也照样会被布奇萌到。以2件事为例，直播看 Teo 第2集那晚，不仅是我，其他嘉宾也一直在复读布奇好可爱。当时我甚至扬言，哪怕 Teo 后面烂了，我都可以为了看布奇追完一整部。至于第2件事，是我一位只看假面骑士的朋友最近破天荒的跟我聊起了 Teo， 一问才知道又是布奇的功劳。说白了，大家都是颜狗，萌即是正义。不过单单只有萌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布奇会招大家喜欢，他在剧中所做的行为也加分不少。不管是给环娜找钥匙圈，为了回应米蒂尔巨大化，还是把环娜给自己吃的甜甜圈递给了艾玛。确实，看了那么多集下来，布奇确实可以读懂人类的情感，并1比1的复现出来，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的后续行为应该是自发的，换言之，他是本性善良的外星生物。当然，各位初看 Teo 时，估计都或多或少感觉到了制作方有意在暗示布奇身上埋了雷。事实上，在布奇来到地球以后，宇宙怪兽跟着来了，地球怪兽也开始活跃了起来。你说布奇和这一切没什么因果关联，倒显得牵强了。对，包括布奇本身也能巨大化，战斗力又不低，他身上的疑点是真不少，好吧？凶恶宇宙怪兽布奇。只希望这中间有什么误会，或是制作方扔的烟雾弹吧。比方说，布奇的故乡同样被那帮毁了 H12 行星的人给端了。布奇搭乘的那艘看着很像攻打 H12 行星用的宇宙船，是他或他的家人当时趁机偷来给他逃跑用的。至于地球怪兽活性化的问题，则出在了那艘宇宙船上，这样就能把锅全甩出去了。至于后面会不会是这种走向，后面再说了。那么在聊 Teo 最戳我的一点以前，容我再多讲一句，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也不想错过我后续的特色解析影片，请不要忘了订阅我。实际上，由于时间和精力实在分配不过来，我几乎不做假面骑士以外的解析影片。可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坚持在戒指完结前夕麦史开播之际，阿基朵超能力战争马上能看，自己还不得不筹备婚礼的时期，做出了这期甚至不可能有流量的视频。Teo 本身足够优秀，这是一点，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制作方想要透过 Teo 去探讨的问题，于我而言实在是太过深刻了。能坚持看到这的观众应该也发现了，天文研究会成员里，我唯独是没有谈及环娜的。无他，只因面对照顾不起的问题，让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我有着切身的体会。10年前，我养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只小狗火锅。都说初恋让人刻骨铭心，偏偏火锅还是死去的初恋。直到我和我老婆都觉得可以再做一个新的钥匙扣了，肥仔才走进了我们的人生。这之后，我们虽然还养了哈士奇，养了柯基，养了肥仔的外甥女肥妹，但出发点只是怕肥仔太过孤单，想给他找个伴。可以说，没能在火锅身上实现的那些如果，我们都给了肥仔。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Teo第4、第5集一播，液体一流出来，我就知道这期视频不得不做了。与过往系列的主题以及个别单元回中引申出的那些话题相比，人与动物该如何相处，看似浅显，可却离我们的生活最近，更有现实意义了。我觉得这次动物医学大学麻布大学的深度兼修，对整个故事的方向性提供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基调。对，第6、第7集讲述的饲养崩溃和动物遗弃问题，身为老害，我都觉得他们是不是拍得过于现实了，尤其是对孤独怪鸟与大学讲师那条线的处理。但是小朋友萌发善心就想捡流浪猫狗，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不是也是很现实的问题？也是，所以只能借助特色的框架，把问题彻底激化，引发观众思考了。事实上，这故事还展现了另一种人，就是流浪猫的饲主，哪怕这些东西是可以控制的，他也可以是不负责任的。对，所以如果你十分厌恶大学讲师的所作所为，也认为猫主人不管不顾是不对的话，要么你就对饲养的动物负责到底，要么先考虑清楚自己乃至整个家庭将面临的问题后再决定养不养，这才是对动物的生命负责，
对自己和他人负责。这就是为什么我这辈子都不太可能去养动物的原因。不负责是我的温柔。哦，我也是，我没能力负责。不负责也是负责的一种体现嘛。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聊这个问题，主创团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对啊，只能说 Tail 抛出的问题确实发人深省，也希望他这股势头能等到一个好结局吧，不管是对剧内还是剧外而言。